中国最近正式宣布把太空移民的关键科技点可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给点亮了。说起可重复使用和火箭这两个关键词，一些关注航空航天业或者是关注科技产业的朋友们，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美国的 SpaceX 的猎鹰9号。很多人都吹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可重复使用的火箭。而马斯克也是靠着这款火箭，不仅商业化的道路越走越宽，星链铺设的速度那也是越来越快，很多人都觉得中国起步晚了。但是我在看了一些资料后，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中国的可重复使用火箭项目早就已经完成试飞工作了。该实验在2020年9月4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当时我们改造了一个长征2号 F 型运载火箭，使其具备了猎鹰9号那样的可重复使用能力。只不过当时我国并未大肆报道，因为这并不是咱们想要的东西，或者说这项技术只不过是一个技术过渡而已。中国真正想要的是可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那可回收火箭和可回收火箭飞行器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的发展分为3步。第一步火箭动力部分重复使用。简单来说就是整个火箭动力系统分为2级或者是3级，但只有第1级火箭可以重复使用。第2级和第3级的火箭和传统火箭一样，都是一次性消耗品。在使用的时候，2、3级火箭和过去一样，把1级火箭送到大气层之外，然后自然脱落变成太空垃圾。1级火箭此时再进行点火，最后回收的时候也只回收1级火箭，这就是美国的猎鹰9号，还有我国在20年的时候测试的长征2号 F。 而第2步呢，就是火箭动力完全重复使用，也就是本次我国实验的飞行器了。顾名思义，整个火箭系统都是能重复利用的，哪怕是2、3级火箭都不会抛弃，回收后重新维护组装就能让其继续上天。这就对火箭发动机本身的技术有很高要求了。但相信我，这种使用方式在效率上绝对比美国的猎鹰9号要高得多，而且成本也更为低廉。毕竟你前者只能重复使用半个火箭，我们这个那可是直接重复使用一整个火箭。当然本虎并不会觉得中国目前会在这一步上停下脚步，因为可重复使用飞行器还有第3步发展路线，组合动力飞行器，也就是传说中的空天飞机，这才是中国人发展可重复使用飞行器的终点。该飞行器是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的终极目标，不仅能水平降落，还能像飞机一样水平起飞，而且能单机入轨。水平起飞的好处可太多了，可以省去投资不菲的固定发射场，独立性强，对地面依赖也少，发射灵活性也更大，最接近航空运输的方式。这项技术听起来科幻，但却是目前中美2国航天器发展的主攻方向。之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未来在组合动力式飞机上，那还得感谢一个荷兰老铁这个老铁呢，就是之前用天文望远镜追踪中国秘密发射飞行器的那位他根据种种消息分析出了这款飞行器就是中国开发的空天飞机。该飞行器2个特点，第一，可重复使用，第2，预定着陆场。按照以往的发射经历来看我国的着陆场只有4王子旗和东风2个而且不会进行保密，所以此次着陆场极有可能是普通机场能在普通机场降落，那必定是适合在大气层内滑翔飞行的飞行器，这就是空天飞机的基本特点。8月26号的时候，我国最后还是官宣了这次实验测试的就是空天飞机，而且该飞机还在2021年7月16号试飞了一次，只不过当时中国军工发了相关视频，内容只有3行文字和背景音，没有展示具体画面。对此中国军工在评论区说过于先进不便展示，简直就是顶级的官方凡尔赛由此可见，中国这波是2条腿走路，2线发力，第2步第3步齐头并进，同时对飞行器本身和可重复使用的液体火箭发射机进行开发。当2项技术全部成熟后，就可以结合到一起使用了。美国的猎鹰火箭不过是可回收火箭里面最初级的那一种，就已经帮美国占据不少太空优势。等中国完全可回收火箭和空天飞机出来之后，中国又能占回多少优势呢？首先远距离大量物资运输，我们可以用2级可完全重复使用火箭来进行。在建设月球基地的时候，我们能通过这种火箭实现物资
以及早期建筑材料的持续性运输工作。在运输人员的时候呢，则完全可以考虑使用更加舒适的空天飞机。甚至未来空间站、月球基地完全建好的时候，我们还能开发太空旅游业这样的民用产业，让去太空变得跟坐公交车去外地旅游一样轻松。而且这个未来并不会太远。中国科工宣布自己已经完成了相关前置技术的准备工作，计划将在2025年实现空天飞机的最终演示验证，2030年正式投入使用，最多8年时间。面对我国的奋起直追美国人一边渲染中国太空威胁，无端攻击我国，一边也是加快研发脚步。只不过就凭着美国人这种航天计划天天放鸽子的现状，别的也不多说了，咱就劝美国人好自为之。